就有点像是你本来其实只是一件小事，可是你会越掉越深，越掉越深，然后越来越放大，越来越放大，越来越黑，有点像是那种深层的恐惧。影片开始之前，要帮我们订阅、按赞跟开启小铃铛哟。来个啾！大家好，我是卡卡，我是贝拉，我们是阿卡贝拉。今天来到久违的卡贝诊疗室时间。我们其实很常收到贝果的私讯啊，都会问我们很多感情的问题。然后我发现很多大家共同点都是缺乏安全感。我们就常在思考安全感这件事情会对感情造成多大影响。然后我自己在以前也是一个很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人，所以我今天想用我自己的经验来告诉大家，我是怎么样从一个很没安全感的人变成现在比较有安全感的人。希望我可以让我的经验让大家在感情里面可能可以更顺遂一点。那你觉得安全感的就是问题的核心是什么？我觉得安全感背后来自于很多害怕，然后也很多是你的成长经验什么的。我不知道跟我水象星座有没有关系，可是我觉得就是有点像是一个黑黑的一个点，然后在我们心里，然后因为我没有跟别人讲，我没有跟别人解决这件事情，然后它就掉到我的井里面，那个点就会从那个井一直往下，一直无限的深坠下去，我就跟那个点一起掉进去，然后我就再也出不来。就有点像是你本来其实只是一件小事，可是你会越掉越深，越掉越深，然后越来越放大，越来越放大，越来越黑，有点像是那种深层的恐惧。就是那种深层的恐惧，然后让你觉得这件事情很可怕。可是其实这件事情 maybe 根本就很简单、很小的一件事情。就是这种很不安全的感觉，其实是一种不信任，不信任自己，也不信任对方。然后就会让你的关系有点就是越来越疏离。就是例如说，我现在很没安全感，可是你跟我解释一件事情，我可能就会把它无限的延伸。我这种没安全感的人，我可能就会变得得寸进尺的感觉，另外一半就会这样觉得。所以其实我觉得很不安全的感觉，就对于感情的影响其实会很大。我有去思考过，为什么过去的我会这么没有安全感，而且很多时候是我工作越顺利哦，我工作能力越好的时候，我反而会越没安全感。我发现很多工作能力很好的，或者工作绩效很高的人，反而在感情中也很容易踩到雷，他们也很容易没有安全感。我觉得有一部分的原因是因为太重视责任感就是因为重视责任感，在工作上可能就会重视很多专案，然后就把这个完成。可是它重点是否这件事情，不是否你本身。可是如果变成在感情中，就很像你是我一个专案，然后我就会很想要叫你怎么样，很想叫你怎么样。可是通常你一直去把重心放到对方身上，会让对方压力很大。那其实会对感情上有很多的困扰，然后自己也会因为怎么一直没有进度，一直没有顺着你的意去做，那就会变得我很没有安全感，可是对方也会觉得很痛苦。我其实看过很多文章，然后很多文章其实在讲到说，会说安全感是自己给的，可是我其实觉得这句话只帮助了我一半。我觉得更好的说法是，安全感是需要练习的。我也觉得承认自己没有安全感，其实不是一件丢脸的事情。只是我觉得要学会怎么去跟这个感觉和平共处。然后我自己从我的经验里面整理出4个方法，让自己重新拥有安全感。第一个就是将重心回归给自己，相信自己。就像我刚刚讲到的，有点像太有责任感，所以都把重心放到别人身上。可是我以前其实也是这样子，我很常因为不太想跟另外一半约会，所以我就会把我所有的时间空下来，然后一直去等他说到底有没有空。然后可是可能对方就会觉得有点压力，就如果对方可能有自己想做的事吧。对他就觉得我为什么要一直等他，他就可能就会说，你可以先安排你的行程。然后我就说，可是我就是想跟你出去，所以变成我每一天都空在那边，然后等他的电话，等他告诉我假日到底有没有空。可是这个其实会很辛苦，因为我真的就发生过，可能我生日当天我都没有跟朋友约因为我想要跟他一起过生日。结果生日当天我才知道他根本就没有来找我，所以我的一整个生日当天我全部都自己在家，然后就变得很卑微的感觉，好孤单哦，很卑微，很孤单，然后那个生日过得很痛苦。我也会觉得你为什么就是不找你？对，可是对方其实一部分可能觉得他已经有压力了。我后来从这段关系里面学到一个很重要的事情，就是
学会把重心放回自己的身上，因为你把重心放到自己身上，你可能去安排课程、安排行程、安排跟朋友的约，那你其实生活变得比较丰富。你也会感受到自己真的有在进步，因为知道自己进步了，你会对自己更有信心、更有自信，然后也会更相信自己，你就会觉得啊，我就是很棒啊，我就是很棒。那你不跟我约就算了，我就跟别人约，所以你的时间也会在对方身上变得比较稀有，就别人就不会觉得你随便都可以手到擒来啊，你就是很好约啊，你就不会珍惜你。所以我觉得重心是第一件要做的事情。那第二个呢？第二个我觉得是信任，就是学习信任，不要把事情总是往坏处想。就像我刚刚说有个黑点，你一直没有把它解决，那它就会掉到深渊里面，它一直无限放大，然后变得很可怕。这种不安全感很容易变成不信任的感觉，而且任何风吹草动都会影响到你，会让关系变得很紧张。就例如说什么对方手机叮一下，然后你就觉得怪怪，就开始有猜忌、有怀疑的感觉。这个其实大家都感受得到，对方会觉得跟你出去压力很大。然后是对方不回一下你讯息，想说他现在在干嘛？是不是在跟别的女生聊天？对，然后是不是在跟别人约会？当你想到受不了，你开始去质疑对方，说我是不是做错了什么？你想一下，这感觉是不是超级莫名其妙？对，而且会感觉很不好，因为对方会感受到你的情绪压力，需要去学会平常心的去看待，客观去看待这些事情，因为你往往会就想到情绪掉得很深的时候，对方其实不管解释怎么解释都没有用，然后他可能一直解释，你还一直更不相信，那这样就会变得让对方觉得你有点得寸进尺了。其实一定会消磨对方的感情，不管是任何关系，其实都是一样的。我觉得就是要学会不要有猜忌，不要有太多的臆测，你就是用平常心、用客观的心情去看待每一件事情。然后像是监看手机这种事情，要忍住，因为你常做这件事情会让对方很不舒服嘛。想一个方式，就是去跟对方说你现在的心情，就是你可以跟他说我现在有点焦虑，感觉怪怪的。然后如果对方是当下愿意跟你聊说怎么了吗？你其实就是一个有机会把这些问题解决的一个状态。可是你千万不要在没问的时候就直接去把人家手机拿来看。很多时候呢，大家晚上不喜欢穿内衣，是不是因为都会有很束缚的感觉呢？可是如果有一款内衣可以让你晚上也可以穿的话，你会不会想要试试看呢？因为完全没有束缚的感觉，还很舒服哦。今天我们要介绍的就是来自日本的晚安内衣 Viage。这2年大家很常听说晚安内衣，大部分都是 Viage 带来台湾的哦。而且呢，它在台湾跟日本已经销售500万件以上了，超级强的。而且现在 Dcard 上有很多讨论度，很多人在揪团购。今天我们拿到的颜色呢，就是我身上穿的这个率性黑，还有宁静灰，还有你身上的天空蓝。那既然是晚上睡觉穿的，那穿起来舒服就是很重要的，因为它最厉害的就是它的伸缩弹性都非常的自如，它给我的感觉是很有安全感，可是不会有一种在把你勒住的感觉。它整件内衣都有很多小巧思，我最喜欢的设计是这里，特别的有弹性，它是100%的纯棉加高设计，布料就会特别的细致。加高设计非常强，就是因为它可以包住女生最在意的那些小副乳什么的，所以就是会有一种很安心，因为你动来动去都不用担心它不小心跑出来见人的那种感觉。而且我觉得它最厉害的就是它没有钢圈对，可是它却可以很集中。它是靠下面这个剪裁还有加压设计，把胸部下方的肉呢，还有侧边的肉呢一起集中，然后托高。对，就是像你这样。然后还有它背后，它的背后呢也有加压设计，就是可以把背后的肉全部包起来这样子。最后大家可以看到卡卡躺下的时候，真的有立体饱满的效果，而且不管怎么动，胸部就是会集中在这耶。晚上睡觉不管怎么翻身，胸部都还是会乖乖的待在定位，穿久了胸型当然也会越来越好看啦。这款内衣不但可以维持好的胸型，而且还会有很多的安全感，而且另外一半也会看得很开心。而且它有出超多颜色的，所以在夏天的时候呢，就可以直接穿一件白衬衫，像现在这样子，然后出门就好了，真的很方便。如果想看更多资讯的话，都在下方资讯栏哦。第3点，了解自己，找出焦虑的来源。
以我自己为例的话，我在发现我自己是一个没安全感的人的时候，我会开始去反省，或者去思考为什么我会有没安全感这样子的感觉。后来我发现是因为我可能从小一定要一直跟对方、跟别人去做比较，只有比赢了你才是好那个人。可是现在我长大以后，可能在感情中就会觉得，是不是有更好的人会出现？哦，你只要这样想，你就会让自己没有安全感，那你就会常常觉得对方是不是外面有人？因为每一个无形的人都是你想象出来的竞争者。我同时也会因为太重视他人，就像我说，形式先排对方，那就会让我自己变得很渺小，我就会变得很不重视自己，那我就会让我这整个人是没有任何进步产值，因为我就是一直眼光都在对方。当我开始有不安心的感觉，我就会让自己先学会平静，然后我先转移注意力。像我自己的做法就是真的很废，我就是看外面放空。然后再躺在地上开始玩狗，玩圈圈，玩慢，外面好可爱呀、哦。然后心情就会开始慢慢转化。我甚至可能会泡澡啊，看电视、看书。有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跟贝拉说：“婆婆，我现在心情有点不好，我要去睡觉。”然后她其实就知道我当下心情不好。可是我真的去睡觉，隔天起来，我会发现我那个很重、很紧绷的情绪其实好很多了。我现在还会有这些影子，我有时候还是有不安心，或者会去猜、会去揣摩的那些想法。像昨天，因为我跟贝拉讲话讲一讲，然后我就会想说，他是不是不高兴？然后就觉得他凭什么不高兴？为什么还要不高兴？奇怪嘞。然后我就自己越想越不高兴。结果后来我想说，算了，不行，我就先平静。我后来就传讯问贝拉说：“婆婆，你有不开心吗？我刚刚那样子讲话。”然后他就立刻已读说没有。我那时候就立刻觉得，有点心虚，有点不好意思。然后我就立刻跟他说：“所以你刚刚不会觉得我上面讲的话有责备你的感觉吗？”然后他就说：“不会啊。”然后我就说：“哦，好哦，我就没事了。”然后我就去睡觉了。我们讯息就到这边了。然后这其实就是一个例子，可是其实我自己再去找贝拉之前，我自己已经在家演过一遍了，就是觉得心情不好、不开心啊，然后抱怨了一下，然后开始跟狗玩，开始放空，然后他说：“你是不是心情不好？”然后就是，所以我可以理解很多人没安全感是什么感觉，可是我可以告诉你们可以先怎么做。所以我觉得你一定要让自己在情绪很满的时候，先不要去跟对方讨论，就是让自己先 peace， 等状况好一点的时候，你再去诉说自己的感受。那你们了解彼此的机会可能会更多，而且也会更和平，对感情也觉得更好，也是一种练习得到安全感的很好的方式。第4点，最难的，但它听起来超简单，就是练习与自己独处。我觉得要去测试自己有没有安全感了，有个很简单的方式，就是你自己一个人独处的时候，你是不是也可以觉得舒服？就例如说，你现在自己在家看书，你是自己在家画画，你也不会开始胡思乱想，然后不会一直疯狂看手机。可是我觉得这是一个练习的过程，你可以让你的一直看手机的时候频率减少，你可能白天可以把手机藏起来。那个不是，我觉得那个会太痛苦，太突然，太极端。就是你可能本来看书看1个小时，你会看手机看10次，看他回了没，看他回了没，看回，你可能可以慢慢的5次、2次之后就管他的啦，就是慢慢进步，不要让自己开始压力就这么大。可是因为你开始学会跟自己相处，你会有很多时间是内省自己、认识自己、重视自己。那你其实久了以后呢，你可以让自己开始有比较好的能量，然后等你有比较好的能量以后呢，你就是这个人散发出的气场就会比较好。那你再去跟你喜欢的人或是你喜欢的朋友相处的话，人家其实也比较容易相处。这就是很常说，这个人磁场跟我合不合，这个人感觉好不好，这个人给我感觉舒不舒服。我觉得很大原因是因为这个人有没有给自己安全感，有没有自信，就是它是一连串的连锁反应。对，所以当大家很喜欢跟你相处的时候，其实有可能是因为你已经是一个有安全感的人了，同时你也是一个可以给予别人安全感的人，觉得是一个很好交心、很好交流、跟你相处很舒服的人。希望这题对大家有帮助，千万不要因为没有安全感这件事情破坏这么难能可贵的关系，不管是朋友啊、恋人、家人、工作伙伴都是一样。所以安全感从双方开始，但你不能控制别人，所以你先从自己开始。
希望大家都能舒服自在的展现自我。谢谢大家。如果大家对 Viage 晚安内衣还有想要更多了解的话，可以在底下资讯栏哦。你知道现在世界上有多少人吗？80亿。我以为你还没更新呢。我有在看新闻。要有80亿人，我们2个相遇是80亿分之一的机会。频道会员全面优化，欢迎加入贝果果，耶！